生死簿是地府安身立命的东西，真正能对它做出修改的人只有地府的领导。但是西游中的生死簿被多个人更改过，悟空竟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人。第一人孙悟空。孙悟空更改生死簿，三界皆知。阎王在猴哥走后，带着地藏王菩萨词条为他们撰写的状纸找玉帝告状。悟空改生死簿的主要对象是猴类。悟空从菩提祖师身上学到大品天仙诀，练成长生不老之术。但是花果山的猴子没有自保的能力，所以猴哥被勾死人带到地府后，专程划掉猴子们的生死簿。但是悟空划掉生死簿是无用功，花果山的猴子们最后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梅山六兄弟一把火，还有猎户们的残忍对待，接二连三地夺走花果山猴子的性命。从中也能得知悟空没有更改生死簿的能力。孙悟空大闹地府销毁生死簿这段产生了很多疑问。第一，孙悟空不是已经练成长生不老术了吗？怎么还会被地府勾？第二，既然孙悟空的魂魄被地府勾了，孙悟空又怎么能从耳朵里掏出金箍棒，又怎么能反击勾死人？第三，孙悟空大闹地府的时候，地府真的无人能挡吗？好像在2000年的《西游记》续里的地藏王菩萨和天帝就看上去比孙悟空厉害得多。第四，既然地府无人能挡住孙悟空，那么在孙悟空销毁生死簿的时候，能不能去天庭找救兵？第五，生死簿是地府编的，地府对怎么改生死簿肯定也是轻车熟路。孙悟空既然能改生死簿，地府就没能力改回来吗？第六，既然地府没能力改回孙悟空改过的生死簿，电视剧里阎王为何还要拿给玉帝看？如果玉帝能把生死簿改回来，或许还有点道理。可是玉帝也改不过来。《西游记》原著第3回，孙悟空把勾死人打成肉酱后，直接打进地府。慌的那时代冥王及整衣来看，应声高叫道：“上仙留名，上仙留名！”合着阎王们并不知道勾死人勾了孙悟空。孙悟空道：“你既认不得我，怎么差人来勾我？”阎王们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想是差人差了。地府勾人一般不会勾差了。”阎王们的理由真的好牵强啊。猴王道：“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，快去啊，拿生死簿来。”看到猴鼠之类，原来这猴似人相，不入人名，似眼虫，不居国界，似走兽，不服麒麟管，似飞禽，不受凤凰辖。另有个不字，悟空亲自检阅，直到那魂字1350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，乃天产石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然后孙悟空拿起笔，饱蘸浓墨，把猴鼠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，然后大摇大摆出了地府。那10王不敢相近，都去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，商量其表，奏文上天，不在话下。这个后台布了勾死人勾孙悟空的局，好让孙悟空闹地府，引出玉帝招安。第二人判官李世民，劝阻魏征无果，泾河龙王的头颅还是被砍下。之后泾河龙王日日提着脑袋到李世民的梦中吓唬他。终于有一日，龙王到阎罗殿里告状，十殿阎王命令牛头马面从阳间带回老李，要求龙王和他对峙。老李临走前，魏征担心领导葬送于阎罗殿，奋笔疾书给地府的崔判官词条写了一封信，央求判官看在他们同事一场的份上帮李世民一把。崔判官言出必行，私下为李世民添了20年寿命。判官书写后，阎王们也承认，说明老崔能更改生死簿。见到十殿阎君3曹对案后，阎王命判官打开生死簿，看看李世民的阳寿怎样了。崔判官注意到这位皇帝的寿命已尽，注定死于贞观13年。崔判官挥笔将一改成了3，为他争取到了20年阳寿，这才使得李世民重新返回阳间。网络中有读者留意到，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帝王的身份，而且崔玉还是李渊执政时期的臣子，为何轻松为李世民增加了20年阳寿，却无视李渊在鬼门关前受罪？关于崔玉判官的来历，《西游记》原著第11回，由地府太宗还魂，
晋瓜果刘全续配一章节中曾有谈到，李世民魂灵进出五凤楼，独自在荒郊野外行走，彷徨无助间，听到有人朝着他喊：“大唐皇帝，往这边来。”经过自我介绍，李世民得知此人正是后来帮助他的崔玉判官。崔判官称自己在杨氏时曾侍奉先君李渊驾前为资州令，后拜礼部侍郎，姓崔名玉，今在阴司得受封都长按判官。吴承恩在文学名著作品中谈到的地府首席大判官，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呢？历史上，崔玉不仅是一位诗人，还是唐朝进士，由幕府拜秘书郎，官至侍御。民间传说他还是一位清正廉明、洞察秋毫，可以骤理阳间、夜断阴府的神通官员。这些特点与历史上宋朝的包拯、包青天有些相似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书中记载，崔玉父母年迈无子，遂到北岳辞求子，夜晚便梦到北岳大帝赐予了他们2半块美玉，让夫妇2人吞下。公元607年，崔玉出生，因其父母其子梦见吞食美玉，遂为其子取名爵，字子玉。民间有不少关于崔玉公正严明断案、为民办实事的趣闻轶事，最有名的是崔玉断虎的故事。崔大判官身为李渊的部下，为何只帮助李世民，却无视李渊在鬼门关受罪呢？这里应该有以下原因：一是崔玉知道时任大唐皇帝李世民是天庭、佛、道3界选定的推动取经工程的主要人物，使命未完，命不当绝，甚至是重任在肩；二是崔玉与魏征生前关系很好，又有情真意切的书信相托，所以对李世民格外关照；三是崔玉判官本身就是掌管着生死簿，他之所以能够及时为李世民增添阳寿，是因为他有这个便利条件；四是崔判官知道善恶有报的天道，李渊之所以徘徊于鬼门关前，是因生前罪业未消完，擅自帮助李渊便会触犯地府法规；五是崔玉深受阎王信任，故居地府判官之首，他看似是私自为李世民增加阳寿，但凭他公道处事的性格，或许此前就曾得到了十殿阎君的默许。而对起兵叛隋的李渊，上司不发话，他也爱莫能助。第三人，南斗星君。泾河龙王被斩杀后，阎王揭晓老龙王被杀的秘密。自内龙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。原来泾河龙王还未出世，便被南斗星君书写了命运，龙王命中该有一劫。俗话说，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。天庭中南斗6司和北斗7元，他们掌管着神仙的生死轮回，所以南斗星君手中也有生死簿，上面记载着神仙的寿命。第四人，地藏王菩萨唐僧在取经路上差点被官差误认为杀人凶手，寇员外词条尽心招待师徒4人，他们刚走寇员外便遭遇不测，老唐有嘴说不清，被官差下了大狱。猴哥为了搭救师傅，跑到地府找阎王索要寇员外的魂魄，但是阎王告诉他，老寇的魂魄早被地藏王菩萨带走。猴哥找到地藏王菩萨，菩萨告诉猴哥，原本他想要寇员外当手下，既然悟空更需要老寇，菩萨愿意放寇员外离开。不过寇员外行善积德，所以又为寇员外添了一剂寿命。以上4人都改过生死簿，而真正能令生死簿生效的只有地府工作人员。倘若生死簿谁都能改，地府不知道要防多少偷窃生死簿的盗贼，3界焉能安生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